今天来看大众 ID Era 的旧 X， 只能跟你说一句啊，大众想通了。你以前会觉得说，哎，途昂、途锐的车都挺大的，但是朋友们，以前那些所有的大众都没有咱们今天看到的这一款车大。它是大众第一次出增程，写了德系满级。咱们看它这张牌怎么出。咱们首先要站车头，整个的头侧要一起来给你看一下。我觉得他这张卷子答的跟别人的答案是不一样的，他是有自己的点的，没有那么的千篇一律。我就问问你，这样的大众你喜欢吗？好看不好看？我站着啊，他们都说显得这车特别的大，5207的车长，3070的轴距，它的宽是1997，高是1.81。基本上啊，你们说的这种532，它其实都是符合的。然后它也做了纯平水切，高级和豪华的那个味儿就出来了。它轮眉就是没有用同色的，很好看。然后侧面的这侧擦条，其实大家能看到，它是整个环了车身1周的。都是在这一条线上，前后左右，包括上面的这种熏黑，轮眉的这种熏黑和侧擦条的这种熏黑，让这台车很有层次。看到这儿你也发现了，它没怎么用镀铬，我觉得这也是它很好看、很有自己特点的一个地方。大家都喜欢用这种星环的贯穿灯，然后你可以看一下这台车它的这个作业，就是它也用了星环，它也用了这种可以点亮的车标，但是辨识度非常高。然后在主灯的这一部分，它也是很有自己的设计特点的。充电的时候，它这边是能够当一个进度条来使用。前面这个主动式的进气格栅也是有的。既然都说到了这儿，有些同学就会问说，增程，那你家增程器用的是什么呀？用的是那个机皇 EA211。然后你说，那电池能跑多少？它用的是宁德时代的，也是逍遥 Max 的一个电池，很大，65度，能跑400公里，行吗？轮毂啊，这是一个21寸的一个轮，然后咱们现在看到的就是一个样式，这个后期肯定还会有更多的样式。我们今天拍的这个颜色，你看了一会儿了，你觉得它什么颜色？灰的，它其实官方的颜色叫金色，然后2个棚拍啊，现在就是绿色和金色，当然后期还会有很多的颜色。那这俩咱们选一个吧，你觉得哪个好看？用了隐藏式的门把手，但是没用电动门啊。打开的时候，你必须要说，就是这个车门是非常有重量的，开合的这个角度很大，接近90度了。给的实测的尺寸是80度，然后你可能会说，电动踏板去哪儿了？这个后期会有电动踏板啊。关上的时候电吸，大家应该也已经注意到了，它是有空悬的，就能够上80下70，双腔空悬，然后配合上这个电动踏板，老人孩子上车能够更方便一点。这边呢就是它的充电口，但是外放电的功率多少现在还没有。车尾灯啊做了一个纯平，然后这么看啊，它也是一个超红光的，下边的字儿都是浮雕，一点镀铬都没有。这边你能看见是这个隐藏的雨刮，然后这里的摄像头里边肯定是有流媒体的。咱们已经看完了一圈，你就感觉说它其实醒面用的很多。咱们打开后备箱给大家来感受一下啊。后备箱这边也是有载物模式的，能单独把它降到比较低。然后这个盖板呢是不需要手扶的，它里边有一些随车的工具，但是这一部分的隐藏的空间并没有很大，就是能放一双鞋，我觉得是差不多的。给大家把3排放倒，然后这边摆几个箱子给大家示意一下，就让你感受一下说它这一部分的后备箱空间到底有多少。灯啊，这边一边一个都是全的，然后在这儿你也能把3排这是座椅这样放倒，它也可以单边放。咱直接啊，2排大座。我这个座椅它放零重力的时候，副驾不坐人，你可以把它放成所谓的这种巴黎椅的模式，但咱不要以为说全车只有这个座位可以这么钻。副驾的那个椅子和主驾的那个椅子，它都可以有零重力，但是啊，只有2排的这个椅子安全带是在零重力上面的，所以严格意义上来说，前排那俩椅子你就是小气模式去使，行车模式是不能使的啊。当然主驾肯定啊，行车那当然不能使零重力了，那开启不了的。咱这个颜色啊是米棕色的内饰，就是这个前侧的内饰没有那么白好看。然后它还有一个大家很流行的那个爱马仕橙。
哎，就是那个颜色。然后咱们说一点啊，它设计上跟别人不太一样的一些点，你也看到了，这儿有一个抽纸巾盒的地方。然后你说，哎，这上面按钮是干嘛的呢？哎，当你摁一下，你看整体的扶手就打开了，你在那边拿饮料也很方便。它的冰箱呢，就等于说是两开的，但是在这儿后边也有一个钮，就等于说你打开这个冰箱总共是有3个钮。然后你可能看我说半天，你说这是什么？我觉得它有点像是一个投影，他们叫魔术屏，也就是说咱正常这么坐着躺着，这边所有的这些功能你也都可以，当然你语音喊它也是可以的。然后上面的这个电视也有，它的电视跟人家的不太一样，别人可能是整体的扣过来，它是平朝外的。当它展开的时候，它后边的架子是这么来支起来的，也就是说它平朝外的话，就是这个位置你来回有什么尖的东西就小心一点，但是尖的东西就是出现在这一块的几率也是比较小的。2排的这个侧窗它是能够放到底儿的，空调的出风口是在 B 柱上，侧面的这些储物充电的口都有。以往大家会觉得说大众的椅子通常都做的比较硬，同学这回不硬啊，而且这次是纳帕的椅子，摸起来的手感啊，坐着的这种舒服度都是可以的。而且你应该听说过通风加热按摩，但是同学你听说过烘干吗？就是它这次是有一个烘干的功能。然后我说这个功能是怎么实现的呢？深究了一下啊，就是同学你开3档加热和1档通风，就是他们一块工作的时候，哎，这就是烘干，就给你出来的就是暖风。比如说什么被雨浇了呀，或者运动完出完汗啊，就可以玩风这一块，不光是在座椅上，就是空调的这一块也是，它有一部分的出风口是这种打伞的小孔。然后还有就是它有一个模式叫晚风模式，同学不是夜晚的那个晚，是那个温婉的那个晚，它是模拟的，就是很像自然风的那种感觉，忽大忽小，这都是它比较特别的地方。后门开门刹那儿啊，你看，当你一摁，哎，这儿马上就变成一个它的影像了，这功能是不是行？3排都坐人了，给大家来展示一下空间。然后我的3排的这边就是座椅的角度都是可以电调的，然后加热呀这些功能都是有的。然后现在的感觉就是它座椅的基座没有做得很高，腿啊什么的这块的空间肯定是没问题。
多的新能源信息。